人在世上开着车出行，有些人开着豪车出行，那么神仙在天上都开什么？在很多神话传说中，神仙们都有各自的神兽坐骑，他们的坐骑就相当于他们的车。今天就介绍几种常见的。一、太上老君的车。青牛是道教祖师太上老君的坐骑，在小说里，太上老君身边负责看守丹炉的道童误食了仙丹七凡火丹，昏睡不醒，青牛趁机私自下凡，作乱人间。这个青牛可不是普通的牛，它乃是上古瑞兽四。《山海经·海内南经》就有关于它的记载：四载顺藏东，湘水南，其状如牛，苍黑，一角。神兽四生活在舜帝所葬之处的东面，湘水的南面。它的形状像一头凡间的牛，满身黑色，头上长着一只角。道祖老子西出函谷关时，也是骑着青牛。老子得道成仙的同时，青牛也跟着老子一起成了灵兽。道教为了对道祖的尊重，就规定了不准食用牛肉。二、太乙救苦天尊的车。九头狮子是太乙救苦天尊的坐骑。太乙救苦天尊位列六域，居于清华长乐界，东极妙严宫，统领清玄左辅一切真仙，掌握三界救苦之事。为了普度众生，他有很多的化身，最著名的是化为十方救苦天尊。由于他寻声复感，救苦救难，在天界、人界、冥界三界救苦度恶，在道教的神仙信仰中占有重要的地位。太乙救苦天尊座下九头狮子一声吼，能够打开九幽地狱的大门，其法力可以将地狱血湖化为莲池。太乙救苦天尊手持杨柳洒琼浆，身骑九头狮子去三界十方救苦度亡。三、蓝采和的车。道教把仙鹤认为是神仙的化身，仙鹤元素在道教无处不在，道士自称羽士，衣服为鹤氅，甚至连去世也被称为羽化。仙鹤在影视作品里最常见的是作为坐骑，随着神仙一起在天上翱翔。根据《列仙传》的记载，有一位神人王子乔是周灵王的太子，他厌倦官场，唯独对修道十分痴迷。机缘巧合之下，遇到道士浮丘，攻入嵩山修道。过了30年，终于得道成仙。他的家人看到他骑着仙鹤从山上飞来。此外，蓝采和经祖师中离权点化，有2只仙鹤从天而降，蓝采和骑着仙鹤飞升成仙。四、张道陵的车。道教有很多神仙的坐骑是老虎，其中张道陵天师和赵公明元帅的坐骑都是黑虎。神话传说里，人们一般赋予虎以威猛无穷的力量。张道陵天师在鹤鸣山修道，受太上老君点化成仙，赐此雄斩邪剑。张天师在炼丹之余，常常手持神剑，胯下坐骑黑虎，协助其降妖伏魔，为民除害。赵公明是道教非常重要的一位护法神，在张天师炼制9天神丹时，赵公明元帅手持铁鞭，跨骑黑虎，为其护丹。五、文昌帝君的车。白特相传是文昌帝君的坐骑。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共同尊奉的掌管世人功名禄位之神。白特是传说中的上古瑞兽，白特形象较为奇特，为骡身、马头、驴尾、牛蹄，因此它还有4不像之称。民间传说，抚摸这只神兽可以包治百病，而且非常灵验。在明代时，民间百姓把白特称为血精，并由皇帝敕封为明邪真神。它可以飞越高山险阻，如履平地。六、张果老的车。毛驴是8仙之一张果老的坐骑，这头毛驴不是普通的凡物，张果老骑着它可以日行数万里。当休息的时候，张果老便将它变成一头纸驴，放在随身的金箱中。当需要骑乘之时，只需要向纸驴喷一口水，它又变成一头毛驴。相传张果老与鲁班打赌时，张果老施法将日月星辰装入毛驴背上的搭帘里，过赵州城的石桥。七、寿星的车。鹿是道教的一种瑞兽，被认为是长寿的象征。道教学家葛洪的抱朴子有云：鹿寿千岁，满500岁则失其色白。因此，白鹿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兽。道教神仙福禄寿3星之一的寿星，他的坐骑就是白鹿。寿星又称南极老人星，见到他就会天下太平，所以天下人都会建庙宇供奉寿星，以此来祈福。小说里有一个情节是南极仙翁的坐下白鹿，趁寿星不注意，偷得法宝盘龙拐杖下凡为妖，并收的白面狐狸为女儿，将她献给了比丘国国王，自己当起国丈，后来被降服。八、
钟馗的车。最后一头神兽坐骑是钟馗的坐骑白泽。钟馗是大家熟知的一位神仙，他有求必应、驱魔辟邪、镇宅赐福。白泽是传说中的上古神兽，他的形象大致是狮身，头有两角，山羊胡子，浑身雪白。他可以知道世间所有精怪的名字及克制之法，还可以通晓过去与未来之事，并且会说人言。曾经应皇帝的请求做出世间鬼神图鉴，包含11520种鬼神。以上就是介绍的神仙的车，你觉得他们的车豪气，还是你的车豪汽车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